开局画面就是在圣殿大厅，众修武学生齐齐围着一颗蛋，蜥蜴如篮球大，布满灰色闪电纹。这时，蛋突然就发出了一阵白光，随后裂开，一只灰色的蜥蜴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我叫林记，本是985大学的一名高材生，因熬夜做毕业项目意外猝死，原以为人生就此落幕，谁料命运竟与我开了个玩笑，我重生了，却来到了一个修武世界。更没想到的是，我没能成为修武高手，反而成了一只连 F 级都算不上的蜥蜴。老天，你耍我是不是？重生为蜥蜴已足够荒唐，可更令我绝望的是，身为修武学院教导主任，有着魔鬼女教官之称的艾米，竟打算把我丢出去。这只异兽蜥蜴是个连等级都没有的废品，扔出去喂老虎。一个修武学生抱起我就直接扔了出去，我滚落在森林地面，四周古木参天，枝叶蔽日，偶尔传来几声乌鸦啼叫，更显幽深荒寂。我就这样被丢进了森林，存活下来就成了我唯一的目标。可耳边狼嚎虎啸不绝，草丛间窸窣作响，危机四伏。我只是一只蜥蜴，又能做什么？我试图呼救，有人吗？快救救我！呼喊声在林中回荡，却无人回应。就在我陷入绝望之际，身旁2米高的灌木丛中，蓦地亮起2点幽绿的光芒，紧接着一道高大黑影缓缓显现，竟是一头青面獠牙的鬼面虎。F 级鬼面虎出现，面目狰狞，獠牙外露，周身还缠绕着黑色的气息。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眼看鬼面虎已逼近眼前，血盆大口猛然张开，就要将我吞下。这时，我的耳边就出现了系统的提示声：恭喜宿主林记成功激活无限吞噬系统。一道半透明的数据面板在我的面前展开，文字逐行浮现。没想到我意外激活了重生文标配的金手指，来不及多想，我赶紧就询问系统的使用方法。系统，你有什么功能啊？本系统可助宿主吞噬万物，吸收被吞噬物的能量与特质，从而提升宿主等级。吞噬对象的体积、价值、等级需与宿主当前等级匹配。宿主当前等级0级，每100级可提升1个大级，下一大级为 F 级，等级低的高顺序为 F、C、D、A、S、S、S， 上不封顶。原来我激活的系统是吞噬系统。虽然我才0级，但是吞噬面前这个鬼面虎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吧？我毫不犹豫向系统发出指令。系统，我要吞噬这只鬼面虎。检测到宿主遭遇紧急危机，符合初级吞噬发动条件，需与目标生命能量核心或要害部位直接接触，是否发动？直接接触意识体，我瞬间明白了，我的意识，我的灵魂，此刻就蜷缩在这蜥蜴的身体当中，而鬼面虎的獠牙和舌头正在试图触碰、撕扯我的肉体。这不是送上门的机会吗？不是他要吃我，而是他的要害主动贴上了我的嘴边。发动，就是现在！初级吞噬，一道白色的光芒在我蜥蜴体内轰然爆发。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仿佛我整个存在的意义都化作了深渊般的巨口，不再是汲取，而是掠夺。鬼面虎那原本汹涌灌入我体内带着毁灭意味的生命力流瞬间倒卷。不仅如此，它庞大身躯内更深处、更精纯的生命精华被这股吸力蛮横的扯出，顺着它的口气，如决堤洪流般反向冲进我的蜥蜴内。鬼面虎庞大的身躯骤然僵直，随即猛烈抽搐，它想要发出一声咆哮，却只从被吸住的喉咙里挤出呵呵的漏气声。那缠绕周身的黑色气息疯狂摇曳，暗淡也被一同抽走。他健壮的肌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皮毛失去光泽。我能感觉到生命能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注入我几乎干涸的体内，不仅瞬间抚平了鬼面虎带来的损伤，更以一种狂暴的姿态冲刷，改造着我的每一个细胞。这是一种掠夺而来的生机，无比真实、强大。鬼面虎最后挣扎了一下，四肢一软，轰然倒地，眼中的光芒彻底熄灭，身体像是被风干了许久，只剩下皮毛包裹着骨架。吞噬完成，获得大量生命能量，宿主生命体征完全稳定并大幅强化。检测到能量饱和，宿主已达到100级，可提升至 F 级。形态进化条件满足，进化即将开始。我体内奔腾的能量却无处安放，它们在鼓荡，在冲击，呼唤着新的形态，更强大的载体。一声爆鸣，我蜥蜴体内的能量混合着一圈淡淡的气浪向四周溅射开去，身体在慢慢变大，脱胎换骨。烟尘缓缓沉降，地面上我头颅抬起，缓缓伸展四肢，通体覆盖着暗哑灰色鳞片，一双宛如熔金铸就的树瞳，警惕扫过四周，细长的尾巴在身后轻轻摆动，划开落叶。这副身躯虽小，虽只是最低的 F 级，但它是我用吞噬赢来的。从一只被遗弃的废品蜥蜴，到一只拥有利爪与尖牙的灰鳞蜥蜴，这修武世界的第一课，残酷而有效。形态进化完成，当前形态灰鳞蜥蜴 F 级，等级提升至15级，解锁基础能力。活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就该轮到我去吞噬这个世界了。F 级的实力，在这片弱肉强食的修武世界森林里，依然处于食物链的底层。刚才的动静或许会引来其他掠食者，此地不宜久留。我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来消化这次吞噬带来的变化，并弄清楚这个系统和这个世界的更多规则。这个洞穴看起来废弃已久，是个暂时歇脚的好地方。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些。然而，当我开始仔细打量这个暂时的家时，洞壁上的一些痕迹却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些纹路好奇怪，难道是某种符文？
检测到环境残留信息与宿主自身血脉产生微弱共鸣，正在解析。解析完成，残留信息指向上古龙族相关能量印记，对比宿主当前生命体征与能量频谱，发现极高匹配度特征。提示：宿主体内蕴含极度稀薄的上古龙族血脉。极度稀薄的上古龙族血脉，系统的提示像一道惊雷在我脑海中炸开。龙，那个在无数传说中代表着力量、威严与顶点的生物。我的第一反应是荒谬。看看我现在这副模样，灰扑扑的鳞片，蜥蜴的外形 ，F 级的评价，哪一点能和传说中的龙扯上关系？等等，难道我是上古龙族和某种低等蜥蜴杂交出来的失败品，所以才会被当成废蜥蜴扔出来？所以我的初始形态才是蜥蜴。发现可吞噬目标，灵气苔藓低阶灵脂，蕴含微弱天地灵气，可辅助感知环境灵气。吞噬灵气苔藓成功，获得微量灵气，解锁被动能力，灵气感知微弱。苔藓入腹，化作一丝清凉的气流散开。刹那间，我感觉到空气中不再仅仅是草木泥土的味道，隐约察觉到一些极其稀薄、四处流淌的气。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灵气吗？龙族血脉也好，蜥蜴出身也罢，都是过去式了。我现在是灵迹，一个拥有无限吞噬系统的重生者。血脉稀薄，那就靠吞噬去提纯；实力低下，那就靠吞噬去进化。这个洞穴只是起点，外面那个广袤而危险的世界，才有我需要的食物和答案。我很惊讶，这就是修武世界的真面目吗？天地间充盈着几乎要满溢出来的灵气，每一次呼吸都仿佛在吞吐力量。但文明与蛮荒交织，辉煌与废墟共存。异兽或者说凶兽，是这片天地间横行无忌的主角之一。他们咆哮、厮杀，遵循着最原始的丛林法则。而那些能够与异兽抗衡，甚至驾驭他们的人类，他们展现出的力量、速度以及那些光芒闪烁的攻击方式，无疑就是武者。系统告诉我，这里是天武大陆，武道为尊，而我只是一只 F 级的灰灵蜥蜴，蜷缩在这片名为青蓝山脉的边缘地带，看着眼前灵气流淌、废墟与生机交织的陌生世界。我清楚自己连背景板都算不上。突然，系统的声音在我脑海里炸开，它侦测到了预兆到30天后，高维能量冲击将引发全球异兽狂化，那是数万亿级别的灭世兽潮。紧接着，终极任务发布了，主宰之路，30天。从 F 级到传说中的 SSSS 级，凝聚全能，终结灾难，成为主宰。成功了，就能掌控世界本源；失败了，就与这世界一同湮灭。30天 ，SSSS 级，数万亿的狂兽，我只是只刚破壳的蜥蜴啊！系统的声音冰冷，没有感情，却像倒计时的秒针，狠狠钉进我的意识。上一秒还在感慨自身渺小，下一秒，拯救世界的重担就压了下来。这可能吗？但恐惧没有用，坐等即是灭亡。我必须行动，立刻！为了生存，我开始四处寻找可以吞噬的目标。在一处被封的山坳，我发现了几间半塌的石屋，像是个废弃的驿站。这里或许能找到些东西。我钻进一间相对完好的石屋，里面满是灰尘和蛛网。扒开杂物，一个破损的皮质囊袋露了出来，袋口残留着墨绿色、半凝固的残渣。系统提示：这是腐蚀毒囊残渣，低阶材料，蕴含腐蚀能量和微弱毒性，能量很弱，但蚊子腿也是肉。更重要的是，特殊属性可能带来新能力。吞噬！我毫不犹豫，残渣入腹。一股微弱的腐蚀感传来，随即被系统转化，成功了！我获得了新能力腐蚀性唾液，多了一种攻击手段，总是好的。正准备离开，脚下地面突然一震，前方的土地猛地拱起，一只巨大的暗红色甲虫钻了出来。它口气狰狞，最骇人的是尾部那个不断滴落酸液的腺体，地面被腐蚀得滋滋作响。系统发出警告：遭遇酸液甲虫 F 级，危险中等，其酸液腐蚀性很强。麻烦来了，它等级比我高，还是远程攻击，不能硬拼。但他显然已将我锁定为猎物，躲，这是唯一的念头。我的身体在本能驱使下猛地向侧方翻滚，甚至顾不得姿态狼狈。酸液擦着我的鳞片边缘飞过，落在身后的碎石上，瞬间冒起白烟。这威力，若是直接命中，我这身出生的鳞甲恐怕也抵挡不住。远程对我不利，必须拉近距离。灵迹不等对方再次蓄力，四肢发力，快速逼近酸液甲虫。酸液甲虫再次嘶鸣，尾部连续收缩，一连串酸液如散弹般泼洒过来，覆盖范围更广。眨眼间，灵迹已冲到酸液甲虫近前。甲虫似乎有些慌乱，试图用粗壮的前肢和狰狞的口气撕咬。试试这个腐蚀性唾液，一道略显粘稠的墨绿色唾液精准地喷向甲虫头部，尤其是它那对复眼和脆弱的关节连接处，没想到竟然还挺有效。灵迹抓住机会，猛地扑上，锋利的爪子狠狠抓向甲虫相对柔软的腹部连接处，同时张开嘴，露出尖牙，朝着它甲壳缝隙狠狠咬下。酸液甲虫疯狂挣扎，尾部胡乱喷射酸液，但在近距离缠斗和灵迹新能力的干扰下，准头大失。灵迹忍着被甲虫肢体划伤的疼痛，死死咬住不放，同时发动初级吞噬。吞噬进行中，吸收目标生命能量与特质，提取酸液甲壳结构信息。酸液甲虫的挣扎越来越微弱，最终瘫软不动，它的甲壳光泽似乎暗淡了一些。吞噬酸液甲虫成功，等级提升至28级，获得能力甲壳硬化微弱，鳞片与皮肤基础防御力小幅提升，对酸性腐蚀抗性微增。我总算是赢了，虽然过程狼狈，还受了点轻伤，但收获是实实在在的。
等级提升，更重要的是防御力增强，尤其是对酸液这类腐蚀攻击有了更好的耐受性，这为我接下来的冒险增添了一分保障。时间不等人，我必须主动寻找更多更强的食物。那个方向传来的气息很特别，危险，但也可能蕴含着机遇。去看看。我穿过一片茂密的灌木丛，眼前的景象陡然一变，一片笼罩在淡紫色几乎凝滞的瘴气之中的林地出现在眼前。这里的树木扭曲怪异，枝叶稀疏发黑，地面上几乎看不到普通杂草，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形态各异的菌类。空气中弥漫着浓烈到令人作呕的腐臭与甜香混合的气息。进入高危区域，腐毒菌林。警告：环境中弥漫混合神经毒素与腐烂毒素的瘴气，地表菌类大多含有剧毒，建议立即撤离。腐毒菌林，光是这名字和眼前的景象就让人心里发毛。系统都发出了警告，但是高风险往往意味着高回报。这些剧毒的菌类是否也能成为我吞噬和进化的养料？我小心翼翼地踏入菌林边缘，尽量避开那些颜色过于艳丽或形态诡异的蘑菇。不多时，我的目光被不远处几株巨大的、如同腐烂肉块般堆叠在一起的灰白色菌类吸引。它们表面布满暗紫色的脉络，不断渗出粘稠的黑色汁液，恶臭正是从它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发现高危目标：腐肉菌剧毒，毒素类型混合型腐毒，神经毒素，危险等级高，强烈不建议接触或吞噬。腐肉菌，连系统都强烈警告。可是，如果我连这种剧毒之物都能消化适应，岂不是意味着我对毒素的抗性将得到飞跃？未来面对更多毒属性敌人或环境时，生存能力将大大增强。赌一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吞噬一小块试试。他极其谨慎地用爪子从一株腐肉菌的边缘抠下约指甲盖大小一小块菌肉，将其吞下。菌肉入腹瞬间，一股剧烈的绞痛和麻痹感猛然传来，仿佛有无数根细针在我的体内乱刺，同时大脑传来阵阵眩晕。警告：宿主摄入剧毒物质，生命体征出现波动，紧急激活适应性进化机制。痛苦持续了约10几秒，在系统力量的干预下开始缓慢消退，一股清凉感从我的腹部扩散开来，中和了残留的不适。危机化解，成功吸收部分毒性特质，激活能力：初级毒抗，解锁能力：毒素分析，可初步辨识接触毒素的类型与大致强度。活过来了！初级毒抗让我对毒素有了基础抵抗力，毒素分析更是探索这类险地的神技。这片腐毒菌林或许不完全是禁区，而是一座潜在的毒抗训练场和资源点。腐毒菌林里静得诡异，只有菌丝蠕动的窸窣声。我踩着湿滑的地面，金色树丛警惕扫过四周，吞噬腐肉菌的剧痛还在记忆里，但我不能停。系统说这里深处有高阶毒属性生物，那正是我进化需要的养料。前方出现一片紫黑色沼泽，气泡破裂时散出淡紫色毒物。我开启毒素分析，视野里瞬间被不同颜色的标记填满，紫色是神经毒素，绿色是腐毒，红色是血毒。这片看似平静的沼泽，竟是致命的毒素温床。我深吸一口气，主动踏入沼泽，毒雾裹住全身，鳞片滋滋作响。我催动系统，开始吞噬这些弥漫的毒素。初级毒抗的熟练度在缓慢提升，体内却突然涌起一股灼热感。灰色的鳞片上，暗紫色纹路隐隐浮现。原来我这稀薄的上古龙族血脉里，竟藏着毒龙分支的力量。系统突然发出警告，毒素吸收速度超出了身体负荷。我正想停下，沼泽深处猛地翻涌，一条水桶粗的紫黑色触手破土而出，扫向我的身体。那是 C 级异兽腐毒爪怪，触手布满脓包和吸盘，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我没想到会这么快遇上 C 级异兽，这对现在的我来说是场生死挑战。可我没有退路，30天的灭世倒计时还在耳边，只有吞噬更强的存在，才能抓住那一线生机。我不退反进，张口喷出一股墨绿色的毒液，腐蚀毒液击中触手，瞬间蚀出一个大洞。爪怪发出无声的咆哮，更多触手从沼泽里涌出来，朝着我疯狂抽打。我全身的暗紫色纹路亮到极致，冲向爪怪最深处的核心。我和腐毒爪怪在沼泽中缠斗，它的触手密密麻麻，不断拍击而来，毒液四溅。周围的菌类被溅到后，瞬间就腐烂溶解。这只 C 级异兽的触手太多，我的毒液只能造成伤害，根本没法一击致命。我必须找到它的核心，否则迟早会被耗死。我灵活穿梭在触手之间，金色树丛死死扫视。终于，我发现所有触手都来自沼泽中心，那里有一个不断鼓动的肉瘤，就是那里。我猛地跃起，避开3条袭来的触手，张口喷出最大功率的腐蚀毒液，毒液正中肉瘤，它表面瞬间溃烂，发出刺耳的嘶鸣。爪怪彻底疯狂，所有触手不顾一切回缩，想要护住核心。我不退反进，任由触手缠住身体，只为靠近那处肉瘤。就是现在，我一口咬在溃烂的肉瘤上，同时发动初级吞噬。爪怪的身体剧烈抽搐，触手无力松开，紫黑色的毒性能量如潮水般涌入我体内，比之前吞噬鬼面虎的能量强太多。我的身体被彻底改造，细胞都在贪婪吸收这些毒能。系统提示吞噬完成，我成功晋升1级，形态进化的条件也满足了。鳞片从灰色彻底变成暗紫色，边缘浮现墨绿色纹路，体型增大到1米左右，牙齿和爪尖都滴落着毒液。系统告诉我，现在的形态是毒灵蜥蜴，还解锁了毒物喷吐、终极毒抗性和神经毒素生成的能力。我看着爪怪的残骸在沼泽中逐渐溶解，金色树丛闪过冷光，1级还不够，距离 SSSS 级还有太远的路要走。系统检测到西北3公里外有大量1级毒斑蛇聚集，我转身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就从清理这片菌林开始，继续我的进化之路。离开腐毒菌林，我进入一片截然不同的山谷，这里绿草如茵，灵气浓郁的肉眼可见，空气中漂浮着淡金色光点。
如此浓郁的灵气，一定藏着特殊灵脉或宝物。我开启灵气感知，视野里的灵气化作淡金色丝线，全都朝着山谷深处汇聚。我顺着灵气流动的方向前进，来到一处悬崖下，崖壁上刻满古老符文，虽然暗淡，却依旧散发着微弱威压。系统检测到高浓度龙族能量残留，说这里是上古龙种的入口，如果能进去，说不定能找到提纯血脉的方法。我伸出爪子触摸符文，它们突然亮起金光，一股强大的排斥力将我震退数米。系统警告，这是 S 级龙族封印结界，虽然残缺，但建议我达到 C 级后再尝试破解。看来只能先提升等级了。我正准备离开，却察觉到远处有动静，几只皮毛泛着荧光、体态优雅的陆行生物在溪边饮水。系统说他们是一家级灵兽灵光鹿，蕴含纯净灵气，吞噬后能提升灵气吸收效率。纯净灵气或许能平衡我体内过多的毒素。我压低身体，悄然靠近，毒灵形态在草丛中几乎隐形。可就在我准备袭击时，灵光鹿突然警觉抬头，望向天空。一声尖锐鸣叫传来，一只翼展超过5米的巨鹰俯冲而下，直扑鹿群。系统提示，这是 C 级异兽风刃鹰，危险等级极高。C 级来得正好，风刃鹰抓起一只灵光鹿正要飞走，我突然从草丛中抱起。我张口就将腐蚀毒液喷向风刃鹰的一根，毒液命中，羽毛迅速腐烂。风刃鹰痛鸣一声，松开了爪中的灵光鹿，转身扑向我。它的速度太快了，这就是 C 级飞行异兽的实力吗？风刃鹰双翼一挥，两道肉眼可见的锋刃展开，我勉强侧身避开，锋刃在地上划出2道深沟。系统警告目标速度极高，建议拉开距离用远程攻击，可它会飞，拉开距离对我更不利。风刃鹰再次俯冲，利爪直取我的头部，我紧急翻滚，背上还是被抓出3道血痕。地面作战对我太不利，必须限制它的飞行能力。我看向周围的树木，心里有了主意。我主动冲向一片密林，风刃鹰紧随其后。进入密林后，我张口喷出大范围紫色毒雾，将整片密林笼罩。毒雾遮挡了视线，风刃鹰被迫降低高度。我在毒雾中穿梭，凭借毒素分析能清晰感知它的位置。当风刃鹰降低高度搜寻时，我从树后抱起，一口咬在它受伤的一根处，同时发动吞噬。它的力量逐渐流失，挣扎越来越微弱，最终瘫倒在地。赢了，这场战斗赢得很险。C 级异兽的实力比我预想的强太多。系统提示吞噬成功，我晋升到1级15级，获得风之感知能力，还解锁了初级迅捷特质，移动速度提升20%。速度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往往意味着生存。我看向逃散的灵光鹿群，没有追击，转身走向风刃鹰的尸体，继续吞噬剩余能量。龙种 C 级，等我达到 C 级，一定会回来的。我最后看了一眼悬崖上的龙族符文，转身离开了山谷。我潜伏在高地的岩石后，俯瞰下方峡谷的战斗。5名人类武者正在围攻一头3层楼高的巨熊，那是 B 级异兽眼甲巨熊。它的防御力和攻击力都很恐怖，唯独速度是弱点。这支武者小队配置合理，2名近战牵制，2名远程攻击，还有1名治疗辅助，配合默契，显然经验丰富。战斗已经白热化，巨熊浑身覆盖着岩石般的甲壳，武者的刀剑砍上去只能留下白痕。1名武者被熊掌拍飞，撞在山壁上倒地不起。远程武者喊着巨熊的弱点在眼睛和腹部，可根本无法靠近。队长让远程武者使用爆裂符，3张红色符箓燃烧着飞向巨熊面部，化作3颗火球。但巨熊怒吼一声，用眼甲硬扛了火球爆炸，只炸碎了几块岩石，没造成致命伤害。随后，巨熊猛然人力而起，双掌拍向地面，地面裂开，远程武者和治疗武者被逼入死角。巨熊朝着最弱的治疗武者冲去。就在他的利爪即将命中治疗武者的瞬间，我从侧面冲出，全力喷出毒雾，趁乱出手，这是最好的机会。巨熊痛苦地捂住眼睛，暂时失去了目标。武者小队都惊呆了，短暂愣神后，队长立刻下令趁机攻击。我悄然退到战场边缘，等待他们两败俱伤。5分钟后，巨熊在武者围攻下倒下，但武者小队也付出了惨重代价，2名近战武者重伤，只有远程武者还有战斗力。队长喘着粗气，让大家赶紧取经盒离开。我不再隐藏，直接扑向重伤的武者和巨熊尸体，毒雾再次弥漫。队长惊恐地大喊着阻止，可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弱肉强食，黄雀在后。在武者绝望的目光中，我同时吞噬了巨熊和2名重伤武者的能量。系统提示能量大幅溢出，我成功晋升D+级，距离 C 级只差一步。我头也不回地离开峡谷，留下残破的战场和幸存的武者。吞噬眼甲巨熊后，我体内能量冲到了临界点。系统说贸然冲击 C 级会根基不稳，我得找个安全地方消化。迷雾森林的雾气能干扰感知，成了我的藏身地。前行时，系统预警前方有战斗波动，我循声靠近，只见3只1级影狼正围攻一只异兽，那是只不到3个月大的白色灵狐，拥有 C 级血脉，是智慧异兽，口中还叼着族中圣物冰魄珠。它浑身是伤，却凭着淡蓝色冰雾顽强抵抗。一只影狼趁它分神，朝着它脖梗扑去，我下意识冲了出去，喷出毒液命中影狼眼睛，影狼惨叫翻滚。另外2只见状放弃灵狐，转而扑向我，正好用它们测试下D+级的实力。我不再保留毒雾、毒液。利爪齐出，D+级对1级的压制很明显。10秒不到，3只影狼就倒在了地上，吞噬它们只得到微量暗影能量，等级没提升。看来1级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我走向瘫坐在地的灵狐，他警惕地后退，伤势太重无法移动。我张口吐出一团从灵光鹿体内提取的纯净灵气，这是吞噬系统带来的平衡。毒龙血脉能造剧毒，也能提炼治愈能量。灵气融入他的伤口，血很快止住了。他惊讶地问我为什么救他，我只说顺眼。得知他腿断了，我用尾巴卷起他放在背上，让他指路去找族群。他犹豫着问我要不要冰魄珠，我拒绝了。救人之恩不该贪图回报，带着他，我消失在迷雾深处，赌一把灵狐族能给我意外收获。
跟着灵狐穿过一道隐蔽幻阵，眼前景象豁然开朗。这里是灵狐秘境，被群山环抱，溪流潺潺，灵花遍地，灵气浓度是外界的3倍多，果然是世外桃源。我的出现引发了灵狐族群的骚动，一只体型硕大、毛色银白的老狐走了出来，他是灵狐族族长白晨，眼神透着智慧，一眼就看穿我体内有毒龙血脉。小灵狐赶紧解释，说我救了他，还击退了抢兵破柱的影狼。白晨向我道谢，说按族规要重谢。他带我走到一处被七彩雾气笼罩的水潭前，这是月华灵泉，每月月圆才会满溢，能洗涤杂质，提纯血脉，增强灵气感知。这份大礼太重，但变强的机会我不会错过。我踏入灵泉，乳白色泉水包裹全身，清凉能量渗入每一个毛孔。系统提示血脉纯度在提升，还解锁了终极灵气感知，范围扩大到300米。浸泡1小时后，我的鳞片更光滑，暗紫色中透着金属光泽，体型也略微增大。当晚，白晨独自来找我，开门见山说有一事相求。他说灵狐族有预知天赋，知道30天后灭世兽潮将至，希望我届时能庇护族群幼崽。他还说会告诉我一个能快速变强的地方，那里有机遇也有致命危险。兽潮的消息印证了系统的警告，这是一场公平交易。我点头答应，庇护幼崽，换一个更快变强的机会，值了。告别灵狐族，我按着白晨的指引，来到一片活跃的火山地带，大地龟裂，空气中满是硫磺味，远处不时传来火山喷发的轰鸣。白晨说，火山深处藏着 S 级天才地宝地心火莲，能大幅提升火抗，还可能唤醒我体内的火龙血脉。但守护火莲的是极异兽烈焰狮王，实力强悍。他给了我一条隐秘的火山裂缝，能直通火莲生长处。我钻进裂缝，向下爬了数百米，温度越来越高，体表的灵气护体消耗得飞快。爬出裂缝，眼前是巨大的地下溶洞，中央是沸腾的岩浆湖，湖心处一朵赤红色的莲花静静绽放，花瓣上跳动着金色火焰，正是地心火莲。没等我靠近，岩浆湖突然炸开，一头体长超10米。浑身燃烧着金色火焰的巨狮跃出，他就是烈焰狮王。狮王咆哮着喷出金色火柱，我全力闪避，火柱擦身而过，身后的岩壁瞬间融化，逃是逃不掉了，只能拼一把。我冲向岩浆湖边缘，目标直指地心火莲。狮王暴怒，金色火焰如海浪般席卷而来，我不闪不避，硬扛着火焰，一口咬向火莲。火莲入口即化，狂暴的火属性能量涌入体内，同时狮王的火焰也将我吞没。没想到火莲的能量竟在保护我，还触发了适应性进化，我的毒龙血脉与火莲能量开始融合，体表的鳞片龟裂脱落，新的鳞片在火焰中重生，暗紫色与赤红色交织成奇异的紫红龙鳞。烈焰狮王满脸惊疑，他没想到我会在火焰中进化。进化完成，我解锁了火焰吐息，现在轮到我反击了。我张口喷出紫红色的火焰，这是毒与火的融合吐息，命中烈焰狮王后，火焰中的神经毒素让他动作一致，敌级对地加级，本该是碾压，但火莲的洗礼让我脱胎换骨，我不再保留毒物、毒液。火焰吐息轮番轰炸，新获得的高火抗让我能硬扛他的火焰攻击，毒属性则不断侵蚀他的防御。狮王愈发暴躁，发动了大范围及术法烈焰焚天，整个溶洞温度飙升，岩浆湖剧烈沸腾。我不能撤退，撤退就前功尽弃。我看向溶洞顶部的钟乳石，心生一计，我不再攻击狮王，转而朝着顶部岩层疯狂喷射火焰，高温让岩层开始融化崩裂。狮王愣住了，他不敢堵溶洞崩塌的后部，动作明显迟疑。就是现在，我全力爆发速度，扑向狮王因施法而暴怒。那里没有火焰覆盖，锋利的毒牙狠狠刺入，剧毒瞬间注入。狮王疯狂甩动身体，我死死咬住不放，同时发动吞噬，立即能量如洪水般涌入，我的身体开始膨胀，鳞片缝隙渗出鲜血，但我咬牙坚持，必须突破。临界点终于突破，我开始进化，体型暴涨到3，胃部长出2对肉翼雏形，紫红龙鳞彻底固化。系统提示，我成功突破到 C 级，新形态是双翼龙息，还解锁了低空飞行和火焰掌控能力。烈焰狮王的能量被吸干，轰然倒地。我走向岩浆湖，将湖底剩余的火莲根茎全部吞噬，火焰吐息升级为紫炎龙息。15天过去了，距离兽潮还有15天，我必须更快。震动新生的肉翼，我朝着灵气山谷飞去，是时候去破解龙种封印了。我重返灵气山谷 ，C 级的气息毫无保留的释放。来到刻满符文的崖壁前，龙族封印不再排斥我，反而产生了共鸣。系统提示，我达到 C 级，龙族血脉纯度 1.2%，符合最低开启条件。我将爪子按在符文中心，注入龙族血脉之力，符文一个个亮起金光，崖壁震动，碎石滚落。当封印破解进度达到 100%，整面崖壁化作金色光门，上古龙种的入口开启了。踏入光门，眼前景象骤变，不是山谷，而是一片浩瀚的星空墓地，无数巨大的龙骨漂浮在虚空中，最小的也有100米长。这里是上古龙族最后的安眠之地。系统建议我寻找与血脉共鸣最强烈的龙骨，循着血脉牵引，我来到一具50米长的紫黑色龙骨前，骨骼表面布满细密的毒刺，这是与我毒龙血脉同源的万毒龙尊的龙骨。触碰龙骨的瞬间，一股磅礴的龙魂记忆冲入脑海。万毒龙尊曾长世间万毒，终于于天劫，他要将传承交给我。传承开始，我的血脉纯度急速提升，身体再次进化，体型增长到5米，双翼完全展开，鳞片上的紫红纹路化作10只毒纹，头顶长出2根短小的龙角。系统提示，我突破到 B 级，新形态是毒火龙息，解锁了龙威，万毒掌控和龙族记忆碎片。就在我准备离开时，龙种深处传来低沉的龙吟，一枚金色龙形玉佩从虚空飞来，这是龙族传承信物，凭此可号令残留龙魂，获得一次龙族禁术使用权。承载着龙族最后的希望，我震动双翼，冲天而起，朝着修武学院的方向飞去。15天，从0级到 B 级，我倒要看看当初丢弃我的艾米会是什么表情。飞行3小时，修武学院的建筑群出现在地平线上，却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浓烟滚滚，火光四起，围墙坍塌，兽吼与惨叫混杂在一起。我降低高度 ，B 级龙威自然释放，围攻学院的异兽纷纷躁动不安。系统扫描显示，学院内有1级到 B 级的异兽若干，人类生命信号约200个，集中在教场区域。
我俯冲向教场，那里数十只异兽正在围攻学生，他们背靠背组成圆阵，死伤过半，已经陷入绝望。就在一只 C 级铁甲犀牛要冲破防线时，我喷出紫炎龙息，毒火瞬间将犀牛融化，余波扫倒一片低阶异兽，降落在地面。5米长的龙息之躯散发着 B 级威压，周围的异兽本能后退。我让所有人向我靠拢，不等他们反应，转身面对重新涌来的异兽群，连续喷吐紫炎龙息。B 级对 C 级以下完全是碾压，短短3分钟，教场周围的异兽被清理一空。我让能动的学生带上伤员去图书馆地下室避难，那里结构最坚固。学生们疑惑我为何救人，我只说是顺手，没有暴露身份。安排好他们，我震动双翼飞向主教学楼，那里传来最激烈的战斗波动。我震动双翼飞向主教学楼，那里的战斗波动最为激烈。广场已成炼狱，地面龟裂，到处是深坑与血迹。3名学院导师浑身是伤，正勉力支撑着一个摇摇欲坠的防护结界。而结界外，一头高达8米、身负岩石铠甲的巨熊裂地魔熊正疯狂捶打着屏障，他双掌拍地，无数的刺猛然凸起，瞬间刺穿了结界一角。一名导师被震得吐血倒飞，另一名导师满脸绝望，嘶吼着学院完了。就在魔熊要给予最后一击时，我从空中如陨石般砸落，一爪拍在他的头顶。你的对手是我，我冷冷说道。裂地魔熊踉跄2步，愤怒转身朝我全力扑来。B 级对 B 级，战斗瞬间爆发。他力量恐怖，防御极强，但速度是弱点，而我拥有火毒双属性与龙族传承。我毫不犹豫发动龙威，无形威压扩散。魔熊动作一致，眼中闪过恐惧，有效。龙族对普通异兽的压制是血脉层面的。趁此机会，我喷出大量紫黑色毒物，毒物瞬间凝固，化作牢笼将它困住，不断侵蚀着它的岩石铠甲。裂地魔熊痛苦咆哮，他没料到我并非单一属性。我震动双翼升空，将全部灵力凝聚于喉，紫红色火焰翻滚涌动，化作一道炽烈火柱，对准他的头颅轰然落下。毒先削弱他的防御，火给予致命一击，双属性的优势在此刻尽显。火柱穿透毒物牢笼，正中目标。裂地魔熊最后的哀嚎被火焰吞没，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不再动弹。我缓缓落地，看向那3名惊魂未定的导师，他们颤声问道：“您是龙族大人？”我没有回答，只是问道：“还能战斗吗？”一名导师咬牙起身。能去图书馆地下室保护学生。我抬头望向天空，那里还有一只盘旋的风雷雕，以及一个隐藏在暗处的阴冷气息。剩下的交给我。说完，我再次震动双翼，冲天而起，直扑空中那道青金色的巨影。真正的战斗还未结束，我震动双翼，冲天而起。那只巨大的风雷雕，一展超过15米的飞行异兽，早已注意到了我。见我主动逼近，它尖笑着俯冲而下，双翼挥出数十道夹带雷电的锋刃。我没有躲，龙鳞瞬间浮现出金属般的光泽，锋刃在鳞片上划出白痕，雷电被导开。他的攻击破不了我的防御。风雷雕显然惊住了，我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我喷出大片毒雾，但这次我没有将它凝聚，而是让它扩散成覆盖100米的毒云。它避无可避，被笼罩其中，毒雾侵蚀着他的身体，他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他想拉伸高度逃离毒云，但我等的就是这个破绽。双翼全力震动，我瞬间冲到他的上方，一爪狠狠抓住他的背脊。他慌了，开始疯狂翻滚，羽毛中爆发出雷电，但龙鳞对雷电有天然抗性。近身之后，他的优势已荡然无存。我一口咬住他的脖颈，发动吞噬，剧毒注入，他的力量飞速流失，而我在变强。不过1分钟，他的挣扎停止了，庞大身躯向着废墟坠落。我松开爪子，最后一个，那个一直藏在暗处的阴冷气息。我悬浮空中，俯视下方狼藉的学院。出来吧，我沉声道，我知道你在。废墟的阴影里，一道纤细的身影缓缓走出，那是一个类人形的异兽，全身覆盖黑色鳞片，他身后拖着一条蝎尾，双手是锋利的骨刃，气息危险而冰冷。他发出嘶哑的笑声，一只拥有龙族血脉的蜥蜴，吃了你，我说不定能进化。我降落地面，收拢双翼，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影蝎魔人动了，这个 B 加级的类人形异兽，全身覆盖黑色鳞片，背后甩着带毒针的蝎尾，双手是锋利的骨刃，它的速度快到只剩残影，瞬间就到了我左侧，骨刃直刺我的咽喉，好快，比之前的风雷雕还要快。我急忙开启龙鳞防护，勉强侧身躲过，骨刃擦着脖颈划过，龙鳞上传来刺耳的摩擦声，还留下了一道浅痕。它不给我喘息的机会，蝎尾又像毒鞭一样甩了过来，尾针上闪烁着紫黑色的毒光。系统警告我，这是 S 级的蝎魔之毒，龙鳞根本挡不住，我只能震动双翼急速后退。可影蝎魔人如影随形，攻击像狂风暴雨般落下，我完全被压制了。他的速度、技巧、毒性都在我之上，这就是 B 加级的实力吗？短短10秒，我身上就添了3道伤口，伤口不深，但蝎毒已经开始侵蚀我的身体。系统在自动解析毒素成分，可解析需要时间，我根本没时间等。毒针离我越来越近，难道我要死在这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炽热的火刃突然从侧面斩来，精准地劈中了蝎尾，把毒针劈偏，扎进了地面，腐蚀出一个深坑。是艾米，那个有着魔鬼女教官之称的修武学院教导主任。她浑身是伤，导师袍破破烂烂，手里的长剑都断了，可眼神依旧锐利。她喘着粗气，挡在了我身前。影蝎魔人收回蝎尾，冷笑一声，说要把我们一起杀掉。艾米举剑格挡，升起一道岩墙，却被影蝎魔人的骨刃轻易斩破。他被震飞出去，撞进了废墟里。我怒吼一声，龙威全开。影蝎魔人动作猛地一致，我抓住这个机会，全力扑了上去，把所有灵力都凝聚在口中，对着他的头颅零距离喷发紫炎龙息，紫红色的火焰瞬间将他吞没。
火焰退去，影线魔人半跪在地，上半身几乎被烧成焦炭，蝎尾断裂，却还留着一口气。我走上前，一爪终结了他的性命，同时发动吞噬。系统提示音响起，我吞噬了 B 加级的影线魔人，不仅获得了前行能力碎片，毒抗性也大幅提升，等级直接冲到了45级。这场胜利赢得太侥幸，要是没有那道突如其来的火刃干扰，倒下的就是我了。我转身看向废墟，一道身影艰难地从碎石堆里爬出来，他浑身是伤，导师袍破损不堪，握着断裂的长剑，眼神却依旧锐利。他就是艾米，修武学院的教导主任，也是当初把我丢出去喂老虎的人。他喘着粗气，死死盯着影线魔人的尸体，开口时声音冷冽依旧。我没跟他废话，张口吐出一团绿色生命能量，这是从灵狐族月华灵泉里提炼的精华，疗伤效果极强。艾米警惕地看着那团绿光，犹豫片刻，还是张开了嘴。能量入体，他那骨折的左臂肉眼可见的愈合，伤口也快速结痂。他震惊地活动手臂，随即抬眼仔细打量我。他的目光突然一迷，说我的眼睛他见过。15天前，那只被他丢掉的废蜥蜴破壳时，眼神和我一模一样。我沉默了10秒，解除了部分龙威伪装，露出了最原始的，连 F 级都算不上的蜥蜴气息。艾米的瞳孔骤然收缩，满脸不敢置信。他怎么也想不到，那只被他视作废品的蜥蜴，能在短短15天里进化到 B 级。我懒得跟他解释前因后果，直接问学院还有没有幸存者。艾米强压下震惊，说大部分师生都躲在地下灵脉室，可那里的封印只能撑3天。我让他带我去，艾米却皱起眉，问我为什么要帮人类，是不是想报复他？我告诉他，帮人只是交易，我可以带所有人撤离到安全的地方，但代价是学院库存的所有灵晶、丹药和功法秘籍。艾米骂我趁火打劫，我却懒得理会。距离灭世兽潮只剩14天，整个大陆都将沦陷，那些资源留着也没用。艾米还想说什么，我直接告诉他，14天后数万亿异兽会彻底狂化，席卷整个大陆，要么我变强终结灾难，要么所有人一起死。说完，我震动双翼，朝着图书馆的方向飞去。身后，艾米看着我的背影，喃喃自语，语气里满是疑惑和震惊。他大概怎么也想不通，一只废蜥蜴怎么会变成拯救世界的希望。我跟着艾米走进昏暗潮湿的地下通道，血腥味和恐惧的气息扑面而来。他是修武学院的教导主任，也是当初把我丢进森林的人。通道尽头是学院最后的避难所。灵脉密室，厚重的金属大门上3张风灵符暗淡无光。门开后，导师丁警惕地探出头，他是学院幸存的导师之一，看见我瞬间凝聚火焰，满眼戒备。艾米连忙解释，我是救了教场幸存者的盟友，可没人愿意相信一只异兽。我懒得废话，直言要带他们突围去天武城，条件是学院的灵晶、丹药和功法。人群里有人质疑，我懒得争辩，张口吐出绿色生命能量，瞬间治愈了几个重伤员。这下他们终于安静了。白发苍苍的导师甲站了出来，他是幸存者的主事人，他同意交易，却提出要留下灵脉核心，那是学院的根基，被封印在圣殿大厅的地下祭坛，眼下那里早已被异兽占领。我心里一动，灵脉核心蕴含的庞大能量，足够让我冲击 B 加级。我当即决定亲自去取灵脉核心。我让导师甲组织众人准备突围，给他们2小时时间。艾米想阻止我，说圣殿里至少有上百只异兽，甚至可能藏着 A 级强者，可我没得选。距离灭世兽潮只剩14天，我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变强。我让艾米跟我一起去，她熟悉学院结构，也能做个见证。看着密室里衣衫褴褛、眼神绝望的师生，我知道这不仅是一场交易，更是一场豪赌。2小时后，无论我能不能回来，他们都必须出发，而我要在2小时内闯过异兽盘踞的圣殿，夺回灵脉核心。我跟着艾米回到圣殿大厅，这里早已不复往日庄严，穹顶坍塌大半，阳光穿过破洞洒在狼藉的地面上，几十只异兽在废墟里游荡，啃食着残存的尸体。这里曾是学院最神圣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弱肉强食的地狱。我让艾米隐蔽好，独自冲进大厅，龙威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无形的威压如浪潮般扩散，1级和D级异兽瞬间瘫软在地，就连 C 级异兽也动作迟缓。龙族对低阶生物的压制是刻在血脉里的绝对优势。我旋身张口，紫炎龙吸成环形喷发，紫红色火焰席卷整个大厅。不过10秒，所有异兽都化作了焦尸。艾米从藏身处走出来，脸色苍白。我没理会她的震惊，径直走向大厅深处，询问祭坛入口的位置。她指向破损的神像，说后面有暗门，需要院长或3位导师的血液才能开启。现在院长战死，导师只剩2人，只能用强大能量强行轰开。我走到神像前，双爪凝聚紫红色火焰，紫炎龙息集中爆破，火柱轰在神像底座，岩石融化，金属扭曲，刺耳的警报声顿时响彻整个学院。系统警告，大量异兽正在靠近，数量超过300，还包括2只 B 级。艾米紧张起来，我让他先进暗门，找到灵脉核心，保护好自己。我会在这里挡他们2分钟，2分钟后他没出来，我就进去。艾米咬牙钻进暗门，我震动双翼，悬浮在大厅中央，看着如潮水般涌来的异兽大军。我张开大口，火焰在喉咙深处凝聚，正好，我需要更多能量来变强。冲在最前的是2只 B 级异兽，一只是体长10米，附着晶岩的岩甲地龙，另一只是口吐寒气、毛发雪白的冰霜巨狼。他们竟一左一右朝我扑来，岩甲地龙喷石化吐息，冰霜巨狼挥冰刃风暴，岩克火，冰克毒，显然是有备而来。我立刻开启风雷感知预判轨迹，险险躲开攻击，又催动影蝎魔人的前行能力，身影瞬间隐去，下一秒便出现在冰霜巨狼身后，双爪缠毒火狠狠撕开他的腰部。岩甲地龙见同伴受伤，怒吼着照出的刺牢龙将我困住，岩壁坚硬无比，融化尚需时间。他又凝聚陨石砸向我，这一击避无可避，我只能动用龙族传承信物，召唤万毒龙尊的残留龙魂。龙魂炸裂而出，轻易撕碎牢笼，一口黑色毒雾便让周遭异兽化为脓水。30秒的持续时间里，我抓住机会扑向重伤的冰霜巨狼和欲逃的岩甲
甲地龙，强行发动吞噬。龙魂消散时，我成功吞掉2只 B 级异兽，等级升至 B 级50级，还解锁了岩甲皮肤和冰霜抗性，可离突破 B 加级仍差5成能量。约定的2分钟已到，艾米还未从暗门出来，我立刻冲了进去。暗门后是圆形祭坛，中央悬浮着人头大小、灵气澎湃的灵脉核心。艾米抱着它，脸色苍白地说：“核心在求救，还被污染了。”系统扫描后告知，核心内有深渊魔气，吞噬有5成概率魔化，5成概率或深渊抗性。这又是一场豪赌，可此刻没有退路。我让艾米退后，一口吞下灵脉核心。我吞下灵脉核心的瞬间，2股力量在我体内疯狂冲撞，一股是灵脉核心的纯净灵气，温润地滋养着我的每一寸筋骨；另一股是藏在核心里的深渊魔气，阴冷又污秽，拼命侵蚀着我的神智。我的身体一半附着金光，一半缠上黑光，极致的痛苦让我忍不住在地上翻滚。脑海里魔气的低语不断诱惑我放弃抵抗，说接受它就能拥有无穷力量。万幸，万毒龙尊的残留意志还在，他厉声提醒我，龙族血脉绝不能被魔气玷污。我死死守住本心，想起自己从废蜥蜴重生，一路吞噬进化的种种，想起要终结受潮的执念。我告诉自己，我是灵迹，我不是任人摆布的怪物。这一刻，我忽然明白，深渊魔气不过是另一种能量，而我的无限吞噬系统本就能吞噬一切。我催动系统，让灵气与魔气在体内相融，不再是对抗，而是彻底吸收。体表的金光与黑光慢慢交织，化作暗金色的光泽。龙鳞上还浮现出神秘的魔纹。系统提示我成功吞噬了灵脉核心，不仅获得了终极深渊抗性，解锁了魔气感知，还直接突破到了 B 加级。我缓缓站起，神志清明，力量也迎来了全新的提升。修武学院教导主任艾米一直在旁担忧地看着我，见我恢复正常，他小心翼翼地问我还是不是灵迹。我告诉他我还是我，只是如今已是 B 加级的实力。系统很快发出警告，大量异兽正在包围圣殿，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是时候带着学院的幸存者突围了。我带着150多名修武学院的幸存者在林间穿行，我飞在前方开路。教导主任艾米和2位导师断后，5公里的路程暂时让我们摆脱了危险，可前往天武城的300公里路注定危机四伏。有学生体力不支，我下令休息10分钟，让众人布好警戒队形。艾米走到我身边道谢，可对我而言，这不过是一场交易。我需要人类的力量联盟，才能终结即将到来的灭世兽潮，他们只是我计划里的一环。导师假递来学院的储物袋，里面装着灵晶、丹药和功法秘籍，这笔财富足够让我突破到1级。我告知众人，夜间休息时会吞噬修炼，白天由他们轮流守夜。导师甲说起天武城的情况，城主5破天是级巅峰强者，城中还有3大宗门分布的1级强者，可这4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对抗兽潮。他又提及万兽山脉深处的智慧异兽族群，或许能说服他们结盟，只是人类与异兽的仇恨太深，艾米觉得此事绝无可能。可我心中已有打算，毕竟我曾与灵狐族有过交集。就在这时，系统发出警告，前方10公里有1级战斗波动。我立刻让所有人隐蔽。艾米想阻止，可我知道这不是帮忙，而是捡漏。1级战斗的胜者会是我突破及最好的养料。我和艾米潜伏在峡谷岩壁后，目光锁定下方的激战。战场中央，天武城城主5破天，一位身披金甲的1级巅峰人类强者，正与一头20余米长的1级暗影魔狐死战，拳影与利爪碰撞，撼动天地。可我一眼便看出5破天气息渐虚，护体金光正被魔狐的暗影能量不断侵蚀，败局已定。系统测算5破天的胜率仅有3成，这对我而言是绝佳的机会。我需要1级的能量突破瓶颈，而这2败俱伤的战局就是最好的养料。果然，5破天燃烧精血打出绝杀，虽重创魔虎，却也露出破绽。魔虎化作黑影直扑他的脖颈。2败俱伤的瞬间，我果断下令系统耗光所有灵晶丹药，强行冲击1级。体内能量暴涨，瓶颈松动，可这还不够。我纵身跃下峡谷，无视一人一兽的目光，张口催动无限吞噬，将战场中四散的精血、能量碎片尽数吸入体内。天地异象骤生，云层汇聚成巨大的能量漩涡，雷电劈落，这是突破1级的天劫。我却直接张口吞入雷电，能量冲破临界点，我完成进化，化作15米长的紫金毒火龙，真正踏入1级。暗影魔虎不顾伤势扑来，在绝对的实力差距下，我只一爪便将他拍成肉泥。吞噬其能量后，等级直接提升至 A 级15级。我转头看向面色惨白的5破天，告知他14天后灭世兽潮将至，让他即刻回天武城召集所有人类势力。龙族信物的气息让他不得不重视这个警告。艾米看着化龙的我满是震惊，我缩小身形变回龙息形态，让他安心。1级只是起点，距离 SSSS 级的目标还远。系统突然检测到500公里外的万兽山脉有超大型能量源，那是圣权的气息。我当即决定改变路线，前往万兽山脉，那里会有我继续变强的养料，也会是联盟的关键。毕竟仅凭1己之力，终难抵挡灭世兽潮。3天后，我带着队伍抵达万兽山脉，这里并非蛮荒之地，而是个智慧异兽族群的领地。灵狐族族长白晨早已在入口等候，他是最早与我结盟的异兽族群首领。白晨见我化作真龙之姿，眼中满是欣慰。我直言要见万兽山脉所有智慧异兽代表，为对抗兽潮促成联盟。白晨坦言已通知各族，可暴熊族和雷鹰族对人类敌意极深，恐难应允。想要结盟，唯有展现让他们不得不服的力量。我让艾米等人留在灵狐族领，随白晨前往暴熊族的左峰。尚未靠近，便听见震天怒吼，暴熊族族长现身。他是身高30米的1级巅峰异兽，身后跟着数百只 C 级以上的暴熊精锐。他怒斥我是人类走狗，我表明自己的龙族身份，却被他嘲讽血脉稀薄，不过是只小蜥蜴。话音未落，他便挥拳袭来，拳风撕裂空气。我借暗影掌控瞬移至他身后，毒火龙爪直击其后颈。他催动大地守护挡下攻击，随即凝聚能量巨球砸向我。
我让系统燃烧一半灵晶，临时提升至1级巅峰，体型暴涨至20米。紫金天火与能量巨球对撞，冲击波横扫整座山峰。紧接着我全开龙威，布下万毒领域，压制的他动作迟缓，护体光罩也被毒雾不断侵蚀。他燃烧精血狂暴正破，扑向我的瞬间，我发动强制吞噬，抽离他的能量。他惊恐认输，同意联盟。我令他明日带所有能战族人到灵狐族领地集合。降服暴熊族，下一个便是雷鹰族。他们居于右侧被雷云笼罩的山峰，族长同样是1级巅峰异兽，还拥有接近 S 级的底牌，且擅长空中战斗。我望向那座雷云山峰，心中已然打定主意，要让雷鹰族知晓谁才是真正的天空主宰。我循着气息抵达雷云峰，此峰被雷云常年笼罩，是雷鹰族的领地。雷鹰族长一只翼展超40米。羽毛紫金的巨大雷鹰正盘踞在雷电铸成的巢穴中，他是接近 S 级的异兽强者，目光冰冷地盯着我这个不速之客。他见我前来，语气尖锐的嘲讽，说我击败暴熊族长便狂妄自大，不配挑战他。我懒得废话，只告知其要么臣服结盟，要么被我打服。雷鹰族长怒极反笑，双翼一挥便引下无数雷霆，织成雷电牢笼将我困住。雷霆不断轰击我的身躯，这是他的 S 级雷电攻击。幸而我的深渊抗性为我减免了70%伤害，才未受重创。我借着暗影瞬移的能力，化作黑影穿透雷域，瞬间出现在他头顶，零距离喷出毒火。雷鹰族长惊骇之下凝聚雷电双翼防御，却还是被毒火与雷电的碰撞炸飞，羽毛焦黑。被逼入绝境的他燃烧精血，引动整座雷云峰的雷电汇聚自身，体型暴涨至50米，气息临时突破到 S 级，还施展出绝招灭世雷法，一道100米粗的雷电光柱锁定我，轰然劈下。我不退反进，下令系统消耗剩余所有资源，强行冲击 S 级。同时我张开龙口，竟将这道 S 级雷电光柱尽数吞入腹中，体内能量过载，1级巅峰的瓶颈应声碎裂，我成功突破至 S 级。我的身躯在雷电中蜕变，体长暴涨到50米，龙鳞化作暗金色，并游走着雷电纹路，龙角分叉，龙须飘舞，真正化作神龙之姿，成为暗金雷毒神龙。雷鹰族长见此彻底呆滞，不敢相信我能吞噬 S 级攻击还完成突破。我看向他，问是否还要继续战斗。他解除变身为米落地，低头表示臣服。万兽山脉2大最强族群皆被我降服，联盟的根基就此奠定。我恢复3米的龙息形态，转身朝着灵狐族领地飞去。我清楚这只是开始，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灵狐族领地中央广场，近日聚集了万兽山脉所有智慧族群的代表。我是灵寂，站在会场中央，身旁是灵狐族长白晨，数百道目光聚焦于此，气氛紧绷如弦。白晨族长向各族宣告灭世受朝的降临，暴熊族长率先质疑，声音低沉如雷。雷鹰族长冷声反驳，他站在我这边。场中议论纷纷，惊疑不定。我展开龙翼，飞到会场中心 ，S 级的龙威无声释放，全场瞬间寂静。我告诉他们，我是灵寂，1个月前还是一只 F 级蜥蜴，如今已是 S 级神龙。14天后，深渊将吞噬一切。灵蛇族长嘶声质问，他们凭什么相信我？我不需要他们相信，只需要他们看清力量。我抬手展开光幕，那道横跨千里的黑色裂缝正在扩张，无数疯狂异兽涌动其中，所有代表脸色骤变。我提出联盟，智慧异兽与人类必须联手。雷暴族长立刻冷哼，提起人类与异兽的血仇。这时，艾米走到我身前，他是人类，也是我的同伴。他声音清晰，说仇恨必须为生存让路。雷暴族长盯着他，目露凶光。我挡在艾米面前，龙威直压而去。S 级的气息让他瞬间低头，冷汗直流。我说，他是我的人，动他即灭族。白晨族长适时调和，灵狐族院率先联盟。暴熊族长沉默片刻，最终沉闷点头。雷鹰族长也随我表态，有了最强的3家领头，其余族群陆续应允，超过90%同意结盟。我宣布计划。明日，所有1级战力随我前往天武城，其余族人负责疏散。就在这时，系统警告在脑海响起，深渊裂隙封印加速崩溃，只剩12天。会议结束，各族散去准备。我独自飞上山巅，遥望那道撕裂天际的黑色裂隙。艾米来到我身边，她问我是否在担心。我告诉她 ，S 级远远不够，终结受潮需要 SSS 级，封印裂隙可能需要传说中的 SSSS 级。他问：12天可能吗？我望向黑暗深处，眼中只有决绝。系统提示在裂隙深处有深渊主宰的气息，吞噬它，或许能直抵 SSS 级。没有时间犹豫了，我告诉他，也是告诉自己，不可能，也要让它变成可能。该提前开战了，为了生存，为了这个世界。第13天，深渊裂隙已扩张到3000里，前方人类与异兽的联军严阵以待。天武城主武破天，灵狐族长白晨，还有艾米都在，这是我们集结的全部力量。封印只剩下最后3个时辰，我对他们说，我的计划是独自进入深渊，找到一切的源头，深渊主宰，然后吞噬它。艾米觉得这太冒险，但时间已经不容我们犹豫。我冲向裂隙，吞下最后的封印，一头扎进无尽的黑暗。这里是深渊，魔气的源头。我疯狂吸收着周围的能量，实力在飞速增长。深渊主宰出现了，它是一个由无数怨念和魔气构成的庞然大物，气息恐怖，但此刻的我毫无畏惧。我冲向它，发动了终极的吞噬。我们开始最原始的搏杀，相互吞噬。深渊的能量如海啸般冲击着我，但我体内的系统在全力运转，将它们全部转化。我突破了，力量源源不断涌来，仿佛没有尽头。我的形态再次进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层次。深渊主宰在我面前，终于开始崩塌、瓦解。当最后一丝本源被我吸收，我知道我成功了，我拥有了终结一切的力量。我冲出深渊，外面联军正与兽潮血战。我抬起手，所有狂暴的异兽瞬间静止，化为光点消散。我看着那道正在崩溃的裂隙，以我此刻的意志，我将其彻底封印，化为一座永恒的山脉。结束了，这场持续了1个月的生存之战终于结束了。我从一只被丢弃的蜥蜴走到了今天。
我变回人形，落在艾米面前。她哭了，所有人都跪拜下来，称我为龙神。我让他们起身。从今天起，这个世界将迎来新的秩序，一个人类与智慧异兽和平共存的秩序。我望向初升的太阳，新的时代开始了。